大家好，我是俊谷，我现在是从广东徐闻到广西东兴的路上，准备用1年的时间走完219国道全程。那现在是在高速的服务区里，从徐闻到东兴有400多公里。今天一整天都在赶路，就去不了景点了。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旅拍计划都带了哪些拍摄设备。之前也有不少粉丝朋友叫我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解一下我所有的拍摄设备。那今天我就来好好的讲一讲。现在所有的拍摄设备都是放在这个桌面上了，除了我手上拿着的这台松下 S5M2。那这第一台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 Pocket 3大疆口袋相机第3代，还有与它相配套的第2代麦克风。那这一台是大疆的 Action 4运动相机，这台是 Insta360 全景相机。那这个是大疆 Air 2S 无人机，还有它的遥控器。我们按照使用频率最高的往下说目前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台大疆 Pocket 3了。来讲一讲它的优点和缺点。那第一个优点就是它的体积很小，拿在手里一点重量的压力都没有，就算感觉到手酸也不是它的问题，而是你的手举得太久的话本来就会觉得酸。第二个优点就是它有机械防抖，你怎么摇晃摆动它的镜头始终可以保持平衡。我经常看到评论区有网友问我用的是哪一款自拍杆，拍视频怎么会那么稳？其实跟自拍杆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因为这个机子本身它自带这个机械防抖。它的第三个优点就是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的屏幕，这个屏幕一旋转它就自动开机了，省下了开机的步骤。那这个屏幕显示出来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细腻，那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流畅，没有什么滞后感。那第4个优点就是它有一个与之相配套的麦克风，这个麦克风一开就自动和 Pocket 3连接上了，就不像其他相机需要在这个相机端还要装一个接收器。那这个 Pocket 3本身内置了一个接收器，所以说一开机它就自动连接上了。有了这个麦克风之后音质就提升了一大截。那第5个优点就是它有一个1英寸的传感器，所以说你看起来这个镜头要比一般的运动相机来说要大一号。1英寸的传感器拍摄夜景的画质就可以和其他的运动相机拉开一大截了，也就是说这个画质有着明显的提升。说了它这么多优点之后我要来讲一讲它的缺点了。我在拍摄这条视频之前也是查阅了很多之前发布这台机子的时候的那些测评视频，他们都是没有提到的。或许大疆公司自己可能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好，那我现在就来讲一讲这个事情刚刚提到说这个麦克风是一个优点，因为它确实是提升了音质。那对比它的第2代Pocket 2来说也是有着明显的提升。那这个缺点到底是在哪里呢？其实也是在这个麦克风。我这台 Pocket 3是在去年大疆发布这台机子的时候就买了，那用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也用它拍摄了不少视频。那我发现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麦克风录出来的声音的音量其实是有点不够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现在就打开它的这个系统来仔细的来跟大家讲一讲。我说这个大疆麦克风的音量不够，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点诧异，对吧？因为大疆的这个麦克风音量是可以调节的。那么有2个地方是可以调节的。那第一个是在这个设置，也就是这个螺丝这个位置点击，然后这里有一个无线麦克风，可以把这个32浮点32 bit 浮点打开之后就可以录到更加高品质的音质了，这个没有错，我已经打开了。然后我们再回来这一边，你看这里有一个麦克风的标志，然后点开它，你看这里增益我已经调到12了。那调到12之后就感觉录出来的声音是刚刚好够大声。我刚刚说把这个增益调到12，录出来的声音才刚刚好。那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前提的，那就是说必须要把这个麦克风夹到离嘴巴很近的地方，就是刚好要在这个领子的下面。假如说你夹在这个位置，那录出来的声音可能就差很远了，就会小声很多，而且录出来的声音就没有那么的明晰透亮通透，会显得有点沉闷。那我之前是用这个罗德麦克风嘛，罗德麦克风比方说我夹在
夹在这个位置，它录出来的声音呢依然是比较通透明亮。大疆的麦克风，假如说你夹在这个位置，效果就很不一样了。我还发现这个大疆的麦克风呢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哦，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领夹麦克风嘛，但是呢它做的有点像是那种指向性麦克风。比方说你就这样子来录，它的这个音量也好，音质也好，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假如说你换一个方向这样子来录的话呢，它就会显得这个音色就会差别很大。比方说我现在是放在这个位置，那么我可能后期就要去增益这个声音了。如果说不增益的话呢，可能听起来呢就是会有一点小声。那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发现了，我还有一个做旅行自媒体的朋友一开始呢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一开始呢是把这个增益调到3到45到6，最后呢感觉还是不够大声，那只好调到12了。那调到12呢其实是够大声的了，但是呢它会带来一个怎样子的问题呢？像我们做旅行自媒体的，就是很多时候呢是需要边走边说的。那边走边说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我夹在这个位置它是够大声的，但是呢会同时把我走路的这个呼吸声也录得很清晰，把它录到里面去了。所以说以前呢我用罗德麦克风的时候呢，我是会把它的这个灵敏度调高，然后呢把这个麦克风夹在这个位置，这样子一来的话呢，就是可以很好的避免了把自己的这个呼吸声录得那么的明显。所以说调到12才是刚刚好的这样一个设置状态我个人认为呢是有一点点问题的。那还有另外一种场景呢，也许我们也是需要将这个麦克风就是说收音调得更大声一点。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是需要拍摄一些就是类似采访这样的片段把画面对准2个人，然后你看桌子的对面是一个人，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麦克风放在桌子的中间，让2个人的对话的声音都录得比较均匀。那如果说它是不够大声的话呢，那我就需要后期去调增益。如果说可以像罗德麦克风那样子，就是说我把这个灵敏度调高，那这样子的话呢，录出来的声音依然是非常的透亮，够大声。那我后期就不需要再去调增益了。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增益调到12才是刚刚好我认为是有一点不够用的。假如说它调到8是刚刚好，那么我需要它更加灵敏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调到12。这个 Pocket 3录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呢我们需要在电脑上面来看了。我们在这个编辑软件里面呢可以看到你看这个片段呢，就是大疆 Pocket 3拍摄出来的那么整条视频呢，其实大多数画面都是 Pocket 3拍的。我就发现呢，它每录出来的一个片段呢，最后一帧它是没有声音的。我们来看你看这前面呢其实是有声音的，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吗？在这个画面下面这里有一条白色的线那这个镜头呢我录的是空镜头那么你看最后一帧它这个下面是没有白色的一条线的。那其实除了这个 Pocket 3以外以前我在用 Pocket 2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呢不是很大，我们有些时候是需要拍摄一些空镜头，但是也是希望保留这个环境音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一点点问题了。在我们编辑视频的时候我就不希望有那么多废片。比方说我这个镜头拍摄10秒，我就是将这个10秒全部都用上，那么我在第10秒按下了这个停止录制，那么最后一帧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就不得不要把这最后一帧的画面给拉回来一点，就是说把它剪辑掉。但是我现在用这个 S5M2 或者说用手机来拍摄视频呢，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最后一帧没有录到声音的情况。其实我以前也用过 Pocket 第1代，好像也是有这样一个情况。那 Pocket 2有这个情况呢，我是敢肯定的，因为我去年还用过这个 Pocket 2。那虽然说我讲的这2点问题并不算是特别大的问题，好像也不会特别的影响我们去拍摄，但是呢如果说能够通过软件的方式把它给修复好，
那我认为呢，这台机子啊会更加的完美一些。那我拍摄这条视频呢，也是希望大疆的工程师呢会看到，会把我们用户的心声啊听进去。那现在来讲一讲这台大疆的运动相机 Action4，那对比它的第3代来说呢，也是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就是它换了一个1.1英寸的传感器，在拍摄傍晚时分它的画质呢是有明显的提升，但是一旦就是所有人开始开灯了，天色慢慢暗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它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噪点所以说呢它只是适合刚刚开始傍晚的时候。如果说晚上的话呢，也是会相当的拉垮的，但是白天的话呢，它的画质还是非常好的。现在呢，也是可以实现和这个大疆的第2代麦克风实现无缝连接了，因为它也相当于是内置了一个接收器一样不需要在这上面呢再搭一个接收器了。那这一点来说呢，也是可以给到视频拍摄者更好的一个音质。那虽然说这个运动相机它是一台辅助相机，那随着它的这个传感器提高了一点，画质也好了一点，音质也好了一点，那么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把它当做一台主力机来去使用，因为它确实是太方便了，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又可以实现防抖有着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画质还有音质，对吧？所以呢，很多 vlog 或者说旅拍者也都会选择这样一台机子去当做主力机。那这一台是 Insta-One X2， 是属于2021年又好像是2022年的产品了，总之呢是属于比较老的产品了。我买它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很多时候可以放在这个车头上面一边拍到前面的画面，一边呢就是拍到我自己驾驶汽车的画面，因为它是全景相机嘛，是同时把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的所有画面都拍下来，然后是通过它的软件去选择你所需要的画面，所以呢它在编辑的时候呢需要再经过一个它自己的编辑器，编辑好了之后呢，再放到比如说这个剪映或者说是 Final Cut 里面呢，再继续进行剪辑。刚刚一直拍摄的相机就是这一台松下 S5M2， 就是这么大的一台相机就是说这台相机它的这个防抖呢其实是挺好的了，在所有微单相机当中这一台呢也许是目前来说防抖是做得最好的。就是说完全没有裁切画面的情况下，单靠这个机械的5轴防抖，它是做得最好的一台了。那么这台相机呢，它的主要缺点呢就是太大了，而且呢有点重举久了的话呢是有点酸的。像我们男性用手臂这样子举着来拍的话呢，大概举个1分钟，我感觉就还好。要是超过这个时间呢，手臂就开始有点酸了，因为它确实呢是有一点重它的优点呢就是画质非常好5轴防抖做得好，录出来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扎实透亮。那最后呢，就是这台无人机是在2021年的时候买的，是 Air 2S， 它的传感器呢也是1英寸拍摄傍晚或者是夜景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画质。由于它是一台比较老的产品了，所以呢也就不过多的去讲解。现在比它好的无人机多的是我从做旅行自媒体到现在已经是用到第3架无人机了。前面2台呢，第一台是飞进山洞里就再也没有出来了，第2台呢是撞到电线杆炸机了。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第一次买无人机，第一次使用无人机买一个随心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OK， 那这些呢就是我所使用的所有的旅拍产品，供大家做参考。O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